同学们好，前面我们讲了8类二元系统相图的基本类型，这次课我们学习专业二元相图。我们通过4个专业相图的学习，了解二元系统相图在生产实际中的具体应用。首先，我们学习概规系统二元相图。这么复杂的一个相图展现在大家面前，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学了8类基础相图，看到这个相图时，观察到里面有分相的帽形区，又有经形转变线，还有不一致熔融化合物，不知道如何分析了。那么我们将给大家列出分析的思路及重点。分析这个相图，要求大家学会划分分二元系统，然后指出各无变量点的性质，针对硅砖生产，解释为什么氧化钙可以作为硅砖生产的矿化剂；针对水泥生产，解释为什么硅酸盐水泥生产上采取极冷措施，然后学会如何应用相图指导实际生产。首先，我们看如何划分分二元系统。在学习基础相图的时候，我们讲过一致熔融化合物可以对相图进行分解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系统中生成几个化合物，以及各化合物的性质。我们说过，生成几个化合物，2个纵坐标间就有几条竖线。那么这个相图中就是生成了4个化合物。接下来我们再判断哪几个化合物是一致的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化合物的组成线在它的液相线对应的组成范围内，就是一致的。所以相图中 CS 硅灰石和 C2S 硅酸二钙是一致熔融化合物， C3S2 硅钙石和 C3S 硅酸三钙是不一致熔融化合物。因此概硅系统可以划分为氧化硅 CS、CS、C2S、C2S 氧化钙3个分二元系统。先讨论相图左侧的硅 CS 分二元系统。在此分二元系统的负硅液相部分有一个分相区， C 点是此分二元系统的低共熔点，温度为1436度，含37%的氧化钙。学习氧化硅单元系统相图时，我们知道硅砖生产时可以加入氧化钙作为矿化剂，促进磷石英的生成。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，氧化钙的加入会不会影响硅砖的耐火度？我们计算一个特殊温度，低共熔温度1436度下所产生的液相量，用杠杆规则计算，向氧化硅中加入1%的氧化钙，生成的液相量为1:37，计算得2.7%。这个液相量不是很大，但我们取的是一个特殊温度，其他温度下的液相量会不会很大呢？我们看到液相线 CB 较陡峭，还是通过杠杆规则，我们可以得出温度升高时液相量的增加也不会很多，这就保证了硅砖很高的耐火度。最右侧的是硅酸二钙氧化钙分二元系统，含有硅酸盐水泥的重要矿物硅酸二钙和硅酸三钙。硅酸三钙是一个不一致熔融化合物，仅能稳定存在于1250到215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，超出这个温度区间就会分解。通过右图还可以看出，硅酸二钙有较为复杂的经形转变，在冷却过程中，贝塔硅酸二钙在525度转变为稳定态的伽马硅酸二钙。硅酸三钙和贝塔硅酸二钙是硅酸盐水泥中的2种水硬性矿物，但是当水泥熟料缓慢冷却时，硅酸三钙将会分解，贝塔硅酸二钙将转变为无水硬活性的伽马硅酸二钙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
生产上可以采取极冷措施，这样硅酸3钙和贝塔硅酸2钙迅速越过分解温度或晶型转变温度，在低温下以介稳态保存下来。我们再来看铝硅2元系统像图，学习要求和上一像图类似，我们就不再重复。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像图里，纵坐标之间有2条竖线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这只是生成了一个一质熔融化合物 A3S2， 就是莫莱石。莫莱石中可以固溶少量氧化铝。莫莱石是普通陶瓷还有粘土质耐火材料中的重要矿物。在莫莱石氧化铝分2元系统中，莫莱石熔点是1850度，氧化铝熔点是2050度，因此莫莱石和刚玉制的耐火砖都是性能优良的耐火材料。刚才我们讲了可以加入氧化钙作为硅砖生产的矿化剂，那么如果加入氧化铝作为矿化剂，会不会影响硅砖的耐火度呢？如果在氧化硅中加入1%的氧化铝，根据杠杆规则，仍然计算低固溶点温度1595度下的液相量为1:5.5，等于18.2，这个液相量就比较大了，这样就会使硅砖的耐火度大大下降。另外，由于与氧化硅平衡的液相线从氧化硅熔点1723度向E1点迅速下降，氧化铝的加入必然造成硅砖融化温度的急剧下降。因此，对硅砖来说，氧化铝是非常有害的杂质，在硅砖的制造和使用过程中要严防氧化铝的混入。这个是镁硅系统像图，系统中有一个一质熔融化合物 M2S 镁橄榄石，还有一个不一质熔融化合物 MS 烷火灰石。大家可以自己试着对其中各无变量点的性质加以分析。需要强调的是，镁制耐火材料配料中氧化镁含量应大于镁橄榄石中氧化镁含量，否则配料点落入镁橄榄石氧化硅系统，开始出现液相温度及全熔温度急剧下降，造成耐火度的急剧下降。而且实际应用中，镁制砖和硅制砖不能混用，否则共熔点下降。最后，我们介绍钠硅系统像图。由于在碱含量高时，熔融碱的挥发以及熔融物的腐蚀性很强，所以在实验中，氧化钠的摩尔分数只取0到67%，所以像图中缺乏氧化钠含量高的部分。这个像图我们强调一个知识点，就是在该像图富含氧化硅的地方有一个介稳的2液区，就是虚线表示的区域，组成在这个范围的熔体较高温度下会发生分相，使玻璃变得乳浊。这个知识点我们介绍了4个专业像图，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专业像图的分析方法。同学们，再见。